大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TVBS 未来银行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回馈活动，只要通过意志考验呢，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啦。请问乡里今天的主题是财富自由密码？你不是自由了吗？还没，你才自由了呢。哎呦，来欢迎5位贵宾。哦，发钱，你看我们节目内容丰富啊，要旅游有旅游，要美食有美食，要财富有财富啊。今天我们就来学要怎么财富自由。第一位我比较惊讶，刚刚休息室看到他，哎呦，老板娘，对啊，你的营业额那么高，你怎么可能来上我们节目？你还有需要来上节目吗？当然要啊，人工作是为了赚钱，但兴趣也很重要。哦，是你的兴趣。对，不能因为有钱就放弃他当初的这个本业。对，而且他想跟大家聊聊天嘛，上个节目。平常很难遇到瓜哥哎。对。哎，你电商经营扩展很快啊。对，今年要第4年了。不得了。可怕的数字，去年营业额高达20亿。不是，你看到他没什么恐怖，是从他没有的时候我就看着他，一直上节目当通告艺人，一直都弄。你有当过通告艺人？怎么没有呢？以前很辛苦，对啊，就是一直等工作。对。哇塞，就现在是营业额20亿的板娘哎。发现演艺圈不好混，所以只能做生意。然后接下来艾琳你好。哇，艾琳呢是一个有50万追踪的 YouTuber， 她自己创立自己的电商卖家哦，而且还要出书了。对，这次来的话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一本书《玩出财富》，因为我的理念呢是希望启蒙超过3万人远距工作，财富自由。哦，远距工作啊，就是有你这种，所以才不想要加班啦。哇，远距工作有没有？真的，因为现在也是人很难请，然后我们又发现说，其实 Z 世代啊，他们想要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当工人啊。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就是网络创业这部分啊，在书里面就是我自己是怎么样从一个上班族一只手机一根自拍棒就开始的创业。接下来就要简贝恩。对啊，以前在演艺圈是演员，然后现在直接去开餐厅当板娘。大概10年前就决定不拍戏，然后真的下来经营。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告诉我说，艺人投资一定会倒。那个年代跟现在不同，现在投资很多很成功，像亚投那个年代投资，例如像可能有奶哥的例子。我就在等你们要猜谁。还有那个投资 LED 的也可以。不然我的意思哦，为什么以前会失败？因为你没有专心啊。对。以前的艺人什么心态？就是你公司来我占股份，然后我干股，就是不出钱嘛。是。其实心态是错误的。对。你应该全心投入这个。对，因为像疫情，我们也是经历疫情期间，那时候疫情真的很辛苦。那我就真的是包括自己送饮料，或是我觉得你真的只有遇到困境，自己下来做的时候，你才会找到方式去突破那个难关。那所以当然因为撑过去。所以说现在就是有做出差异化，那发展的也还不错。就哎呀，您客气了，5家分店连营业额破亿，没有，还很少，还在努力中。哎，接下来刘涵竹你好，知名主播，政大外交系的。哎，他就没有员工的问题，他一个人做股票做得很好。对，他靠投资对吗？对，我觉得其实上班有上班的苦，可是当老板也有当老板的苦。所以我就是属于这种自己多投资，然后有自己的本业，然后投资，然后去分散风险，然后就是哪里好就多做，加强在哪里，然后或者怎么样，然后股市也要有，ETF 也要有，然后房地产也要有，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我跟你讲，其实是任何行业都没有宗教行业来得赚钱，对不对？接下来介绍这位法师呢，请问你开了几间庙啊？人家是房市专家啦，怎么这样聊天？我以为要借发财金啊，不是啊，是。哎，北车那个双子星摩天大楼的建安负责人就在此。哎呦，双子星哦！哎，现在盖好了没有？这个案子是从2017年就帮厂商备标，7年前。对，那它应该是2年前开始开工，预计在2026年、27年2栋会轮流完成。谢谢诸位，来，我掌声鼓励。哇，今天是讲财经的，所以我们请到的是资深财经新闻主播邓凯明主播。主播好，大家好。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第1回合，协力夺金。协力夺金，请乡里讲规则。这回合呢，靠的是团队合作。那每一个人轮流当主打者，
每一题呢可以讨论90秒，但赶快取得共识，按铃来回答哦，不然的话呢，你的奖金啊会从1万块断崖式的随着时间流逝一直降。好，我们第一题呢是由詹子晴来做主了哈，来，请出题。根据研究，全球有2325个亿万富翁，请问当中大部分人的财富来源是什么 ？A. 继承家族资产 B. 完全靠自己 C. 投资获利。请作答。好 ，A、B、C 都有。来，请开始讨论。艾琳，你选 A 是为什么？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家族资产它最快。最快，对，因为剩下的靠自己跟靠投资，投资要赚很多钱要有很多钱才有办法投资，对，所以靠自己又太难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快。可是我觉得是 B 耶，因为很多那个富行榜前几名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我支持你，对不对？因为像大家都会想到什么马斯克啊那些的，他们其实都是自己这样新创起来的。没错，对，信我一把。好，我也信你，信我。答案是 B。我觉得不会，继承家族资产最快。但是他不会承认而且大部分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继承得了吧？对，所以大部分有时候不认。对，你说今天那个张国伟也好，他是靠他星宇后，我知道，但是他靠以前强荣，就常常人家讲星二代，都说我不承认啊，你就是星二代，你怎么不承认？对，所以我觉得继承家族资产的不太会。那投资获利呢？但是会宣导投资获利，大家才会去买股票投资房地产。但是我觉得很多自己创业，他后来变成大幅资产提升，可能都是靠投资，只是说眼光比较早，也许要去投资石油啊、铁路，然后就会有大量的。所以你不觉得是靠自己？所以他完全靠自己跟投资获利是绑在一起的。对，靠自己投资获利啊。可是完全靠自己，可能他创了一个什么？对，但也许不一定赚钱，但是他可能靠了那个事业，然后再去投资其他的东西而取得。因为他说大部分，来选择 B， 完全靠自己，对我错。恭喜答对。这些啊，2325位亿万富翁是用美金算的哦，他们控制了全世界4%的财富。哎呦，所以呢，你会想说，他们钱到底哪来的？13%是继承来的，只有13%，27%的人呢是想继承来的财富再投资获利。就张国伟啊。对，那完全靠对不对？对。但是有星宇现在有一笔钱，那会扩大更大。是，那完全靠自己的其实高达60%。比方说，马云啊，还有甲骨文的创办人 Larry Ellison， 他们其实靠自己起家的，那还是比较多一点，是的，对不对？好，现在奖金是6657，接下来艾琳主导，请出题。货币也是国家的代表，请问以下哪一个著名建筑物出现在现行的新台币纸币上 ？A. 总统府 B. 中山堂 C. 中正纪念堂。请作答。这个再答错，赶出去了。A 跟 B 都有啊，请讨论。我想要问苏卫，你选的答案？国家货币应该就是放最代表国家这个最高权力的地方嘛。那为什么韩族选的是 B？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有跟中山堂有关但我不是很确定。总之我知道不是中正纪念堂。那我选择总统府。来按啊。啊，7569。我几把口我，像对啊，很想看一下100块是中山楼啊，中山楼，200块是总统府。你看200元比较少看到，看一下，对啊，这不是总统府啊。你看这个就是投票的，在阳明山后面，中山楼不是中山堂，对，前面是国父嘛，对不对？但是你刚刚你记中山堂，这是中山楼。所以你韩族一直以为是这个啊，但这也很过分，因为我们很少在用200啊。对，可是你有看过总统府啦？有，谢谢总统府应该要有。谢谢大哥，你看，哇，现场有人有200吗？比较少，掏100就很困难，全部人没有理我，就他还一面拍还人真好哇，我们下次录影要买一些加菜给他们吃一点。好。那他们选择的是 A 总统府，对我错。恭喜答对了，但是
是总统府呢是出现在200元的背面，那正面是蒋公的坐像。那刚刚看的100元呢，其实那个建筑物不是中正纪念堂，是阳明山的中山楼，然后正面是国父。对，现在还有啊，哈。哎呦， 200出现了，太难了吧？好稀奇哦，怎么拿200？许愿包，哎，真的总统府哎，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真的。你为什么有？啊他知道我会叫他来，所以他准备200块了。哇，用心。对，以前我的脾气没有准备，大概就被我骂臭了。有2000的吗？现场2000更少，2000的回家找。真的有啊，对。有2000，现在没有了。他来了，有那种2000也有，你是开银行的吗？那2000后面是什么？我问你，为什么2000是鲑鱼？哦，这个樱花公吻龟，为何？樱花公吻龟哦。对，为什么？因为什么龟？因为那是国家的，那是我们的那个国宝。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哦，它上面的数字就代表它的海拔，这个生物会出现在那个海拔，是这样子看的。500不是梅花鹿吗？对，对不对？所以樱花公吻龟要2000的海拔，2000公尺。原来是这样。来，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是简佩恩来主导，现在是14226块，请出题。请问，在什么社会环境下会更容易产生有钱人比一般人还要小气的现象 ？A. 人口老年化 B. 贫富差距悬殊 C. 政府税率高。请作答。 A 跟 C， 请讨论。我想请问丫头为什么觉得是老年化？因为我经验有钱的长辈都蛮小气的，所以我觉得以我身边的观察，会不会是那个人口老年化的关系？那艾琳呢？为什么会觉得也是？因为老人家没办法再赚钱了，对所以对他们来说省钱比较重要，所以更容易有小气的现象，这是我的想法。你要相信我们，因为其实有钱人的税率啊，有时候都已经到40%、45、50%了，所以他们很那个。好，我要因为我觉得今天丫头跟艾琳的 quiz 比较好，虽然我也觉得是税率高，但我选 A。好，选择 A 了，5726。他们选择 A， 人口老年化，对我走。可惜答错了，正确答案居然是 B， 贫富差距悬殊。选这个哎，哇！单家请。好，真的是让大家想都想不到，对不对？但是呢，有钱人跟我们想的真的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在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环境之下，有钱人会觉得自己的身份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他有特别的权利，所以呢，他会显得特别小气。他要显示出他要维持他的权利，所以他才会显得比较吝啬小气一点。他要维持他的阶级。比别人高一阶，他就不是大傻逼。那我怎么觉得应该是比较大方才对啊？对啊，比如说因为有钱就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就是撒钱呢。他会更小气的维持他的身份跟他的地位，这样就没有地位啦。你看那郭台铭一干净都50万。对啊，对，可是这边是贫富差距大的地方。对，像你是贫富差距小的地方，因为他们怕失去他们的特权。印度有阶级啊，对啊，台湾没有啊。台湾你看有钱人多爱面子啊，像我们给小费，如果给个500就觉得哇很丢脸这样啊。你都给多少？大概1000啊。希望瓜哥可以常来我们店吃饭。好，奖金14226，这题没答到，来韩主主导，请出题。亨利族只在美国高收入但尚未富有的青年族群，请问他们达不到富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投资过多 B. 储蓄太多 C. 开销太多。请作答。1B 4C。来，请开始讨论。那就直接问佩恩姐，为什么你跟大家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有在电视上看过这个新闻，就是因为他们的储蓄太高，对，所以一直没有办法付。因为赚了钱，虽然他们赚了东西，可是他就是把它存起来。可是我觉得应该要直观一点呢，就是开销太大，就是大家太讲究享乐了，所以才会。你可以相信自己，可以相信自己吗？你们都相信我吗？相信我吗？好，我选 C。7298，你看
今天你再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 ？Lisa 的演唱会，那个年轻人后来访问他说：“对，我为了看他演唱会，我现在存折只剩1块钱。”是啊，因为他花了8800去这个见面会，虽然只唱了5首歌，然后见面80分钟就没。啊，你高铁来回？高铁啊，然后还太晚要住宿，那是不是开销太大？对，然后出来被访问就说：“只唱5首歌，我的户头只剩1元，开销。”可是他开心就好嘛，哈。对，但是为什么储蓄过多是？你的意思说他不拿来投资？他不拿来投资，因为例如说我现在有3万块，我收了我的薪水是3万块，可能我就已经储蓄了2万2，那我只剩下就是8000，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很穷啊，因为大部分的钱是拿来做于储蓄，我印象中在新闻有看过。比方说我们行长啊，每天来上班，我想说，为什么你要来上班？他说，我来露营呢，这是我的兴趣。斜杠。喂，我说投资过多也会变贫穷啊，你投资都失败的啊。哦，对。你只看到人家成功。可是我们没有讨论这个投资过多是失败还是成功，他只说他花一大笔钱去投资，那搞不好他忽然暴富。那跟佩恩讲的不一样，一个是不投资，一个是投资过多，到底谁对谁错？另外他讲了开销太多，一直没有开源嘛，都一直在花费嘛。来，开销太多对或错？可惜答错了，答案是 B， 储蓄太多。亨利呢就叫做 Henry，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缩写，它代表说 High earners not rich yet， 就是你赚很多钱，可是你还没有致富。原因就是他们这些高知识分子好了，他们会非常担心退休之后现今的社会状况，所以他们想要存很多钱在身上，然后他们储蓄太多，反而没办法运用足够的分量呢去投资，没有办法钱滚钱，就感觉比较像是死守着一笔。这个比较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长辈。对，我们在小时候鼓励大家储蓄嘛，那时候他全民储蓄，甚至割那种竹筒啊，还放铜板啊，对，或小猪。国小就有了，我们国小就有那个合作社，信用合作，就是我们要把零用钱存在里面。所以我的意思说，他很像我们父母那一辈的说，就富爸爸穷爸爸的概念，穷爸爸是这样做事。是，要记得有钱人想的不是安全感，而是要更有钱。像巴菲特，对，有钱人其实想要更有钱，而不是只是为了寻求安全感。所以不要过度储蓄，要拿来投资。多少才叫过度储蓄啊？就是就是只存，但是不来花，也不来去想办法让他赚更多钱。接下来一题是由我们的苏卫长，是的，苏卫来主导，你们奖金还在14000多卡住了，请出题。ATM 领钱好方便，请问自动柜员机 ATM 的数字按键为什么都是采用金属材质呢 ？A 更不容易按错 ，B 使键盘更耐用 ，C 防止泄露密码。请作答。好，有 B 有 C。请讨论。有不一样的啊。艾琳不一样，艾琳为什么是 B？ 因为我觉得 A 跟 C 都跟金属材质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金属材质的话，就是因为其他的材质，塑胶材质也不太会按错，然后防止泄露密码应该是荧幕的问题，所以我就选了 B。哦。那佩恩呢？佩恩选？其实我觉得 A 我也有考虑，但是后来我觉得因为用金属材质的话，有钱哦，你可能会比较想快一点，不容易按错。你的答案是吧 ？B。按完不讲话，按完那个秒还是要吵啊，钱就一直掉了。现在这个防止泄露密码，防止泄露密码是不是因为那指纹会按上去之后？还有声音啦，对我刚刚太紧张了，其实是我最后选 C 是因为声音，我怕那个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塑胶键盘是不是会有声音啊？我是不晓得，因为我没有在 ATM。对，你有用 ATM 领过钱吗？说实话，你领钱是怎么领啊？我领跟老婆领。好实在哦，有道理。好漂亮的 ATM 啊！对。OK， 选择 C， 防止泄露密码，对或错？恭喜答对。答案虽然对，但是思
维上面有点歪掉哦，因为我们在讲的是啊，你如果一般键盘的话，你这样按，其实那个感热度，如果这个时候呢有人用监视器往上面看的话，他就会知道你刚刚按哪些。对，而且呢，因为它还可以看那个颜色的深浅来知道你先按哪一个，所以为了避免这样，我们就用金属的。为什么？因为金属散热很快，你按完就不见，就算它照，它也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那你可以用那个喷雾嘛，然后用那个粘上去。好辛苦哦！好像要不要自己赚钱比较快？不可能的任务不是这样吗？你按完我就给你粘。哦，原来46887。你是不小心讲出你的？我没有。46887记得了。我没有 ATM， 我没有提款卡，我没有信用卡。跟老婆领。来，接下来是由我们的詹子晴第2轮了，你第1轮才2万多啊，加油，请出题。4%经验法则是主流的财富自由试算法，其中财富自由是至少存每年开销的多少倍 ？A 15倍 ，B 25倍 ，C 40倍。请作答。A 跟 B 跟 C 都有。有一个答案统一的，来，请开始讨论。完蛋了，怎么办？我先问 A 的好了，佩恩姐 ，A 为什么？我得承认这一题我太紧张乱猜的，15倍，因为我是用我觉得你开销大概就是你还是要生活啊，对。你听听他的好了。那我听那个苏贵哥的。我觉得应该这样，他是用4%嘛，那基本上4%跟25倍，它就是等于是100%收入，然后你做适当的这个分配来做杠杆。好像有道理耶。好，我决定了，答案是 B。25倍。哎，对，苏伟有看他那种什么杠杆，对吧？对。大杠杆是什么叫大杠杆？就是像刚刚我们讲投资嘛，我们刚刚讲死钱，就是富爸爸跟穷爸爸嘛。富爸爸就是会把钱拿去让钱长大，他可能是拿3成的这个贷款，那个的自备款，然后去买这个100%的房子。但是我们看到未来增值，它其实是2成3成，基本上它这个就会有杠杆的效果。就小钱赚大钱。可是我觉得这样子财富自由真的好难达到。假设你1个月要花10万块好了。等于说你1年你要存，好难算哦。你1年要存120万，120万开销120万，然后你要存它的25倍，你才财务自由。10万哦，没有啦，随便讲讲。我想说那个整数比较好啊。对啊，哦，所以是25倍，很难存，很难存的。很难存，选择25倍，对或错？恭喜答对。专业了，我们要请专家。这个真的是个数学题了哈，但是它的4%的一个原则是说，其实就是比一般定存或者是买债券的这个利息要高哦，以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当做你可能以后每年想要开销多少钱，你可能至少要有这样的一个趴数。那这个钱就是刚刚 Angela 所说的，用那个方法去算。如果我1个月要花10万块的开销，全家的开销的话，那12个月就是120万。那120万就是除以4%，除以4%等于就是乘以25倍。代表你1年你要存到3000万。你要存到3000万，你才可以退休，我才财富自由。那只是1年的意思，你才可以每年花120万。哦，如果你要花到这种钱，你这样退休金要3000万。3000万，哦，完了，好难，好难就好，听听就好，做不到。对啊，1个月10万块，全家也不多呢。对啊，所以刚刚4、5口的话，如果有小孩什么话，车子他们的学费什么算一算，还学费这样，哎，不要活了。那你很难算呢，你2个小孩念到大学多少钱呢？真的哎，要一笔开销呢。希望以后他们靠他们赚钱养你了。现在养儿防老更不可能，真的。你养儿助老。哎呀，最近不是录节目，小珍跟安安都很想跟那个瓜哥。他说要跟我平分我的酬劳了，嘿。对，我们3个酬劳要除以3这样啊。然后他们两个就好高兴说，好啊，除以3的话，我们2个很赚。其实这样早一点拿也好，就可以扣省掉。什么叫早一点拿？来，我是替你们把它拖出去。什么叫早一点拿？他一说本身最后省以后的税嘛，不用交给国家的税嘛。是，迟早。这样听起来对10%就可以了。这样好吗？在面前叫人家逃漏税这样 ？OK， 合法。对，小孩子开心比较重要啊。对啊，27239，接下来是艾琳，请出题。
薪水原来不是钱。请问，在古代，薪水这个词原本是指什么 ？A. 娶妻的彩礼 B. 长辈的遗产 C. 日常生活开支。请作答。好，有 A 跟 C。来，请讨论。好，就你一个人答案跟大家不一样。对啊，你主答。因为我觉得这一题有点太难，我问觉得比较有历史程度的那个韩族。因为我觉得不是长辈的遗产，然后日常生活开支是因为我觉得薪就是指柴火嘛，所以它跟日常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薪应该是从这个字来选。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我选 C。日常生活开支叫薪水。对，因为这薪是古代砍柴啊。好，选择日常生活开支对或错？恭喜答对了！那以前要生活要去打柴，还要去捞水嘛，所以呢，后来就把薪水后来发展成日常开支需要活下来的这笔钱。那以前的明代也有说啊，我给你薪水，我让你能够生活，这个叫做柴薪银，就是官员呢拿到这笔钱，他就不用担心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事啦。所以呢，跟薪这个字相关之后，就变成日常生活需要花的钱。那我付你一个钱，让你能过日常生活，不就是薪水了吗？好，现在奖金35249，现在简佩恩来主导，请出题。年末促销活动满满，请问根据调查显示，消费者在购物节最常买的是哪一类商品 ？A. 美妆保养用品 B. 3C 产品 C. 居家生活用品。请作答。4A C。4A 来，请讨论。只有丫头不一样，丫头为什么选 C？因为居家生活用品通常都是满一年度的，然后购物节的时候通常都会有组合包，会比较划算。所以我觉得是 C， 因为美妆保养应该是平时想买就会买哦。我觉得你可以尊重自己的意见。对，因为我今年刚好听到做美妆的在聊，他们说他们今年这个做了1亿，那个做了5亿，然后那个做了10亿。我想说，天哪，就是 A 了。好 A。女人的钱呐，最好赚的保养，对，到处都有。没有啦，周年庆大家不是去买化妆品，谁会去买3C 啊？化妆品的营业额，周年庆都是女生在1楼这边搞那边搞，眼开人。我们都是在那购物节的时候，突然会接到一大堆业配文，跟我们讲说这个要促销，那个要促销，所以我在想，大家一定都是在全力在美妆上。可是居家生活用品也会买啊，但是女生买保养品，因为它应该是以统计以整体的营业额来看，是。所以你看最贵的店铺都是1楼，都在卖化妆品。对啊，每一家百货公司哪个不是在卖化妆品？真的哎。美妆保养用品，对或错？恭喜答对啦！不要小看女人哦，电商购物节购买的第1名呢，就是个人清洁或是美妆保养都是并列的。那你想说什么叫个人清洁？该不会是清洁剂吧 ？No， 洗身体啊，洗澡、沐浴乳、洗头，那个多重要啊！要擦香香的啊。对啊，或者什么卸妆也全部都算在个人清洁，都是女生。洗澡要撒玫瑰花瓣，点香油。那这方面你有研究，你喜欢这样对不对？我都是泡中药，当归啊、枸杞、姜片啊。好啦，个人有个人。每次自己躺上去就觉得这是姜母鸭。姜母鸭，真的有姜片呢？有啊。我泡的就有姜片。有，现在有一些泡澡都要煮开那个营养师说你要泡，你身体才会放松。热这样。但每次泡到一半，那姜就浮起来嘛，你看，真的是姜片呢。好，3C 其实也是蛮厉害的，第2名。然后再来还有一些买衣服有没有狂买内衣啊、外穿的都有，它是第3名。哦，你说什么维多利亚对吗？内衣外穿不是啊，就是所有的 fashion 的东西。奖金42295，来接下来韩主主导，来请出题。好。研究指出，夫妻当中如果女方的收入比较高，男方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A. 越重视家庭 B. 越会出轨 C. 越黏另一半。请作答。哇，这题太别说了。感觉讨论到是越会出轨啊？为什么？不然电视剧怎么会这样演，对不对？那问一下男性好了。因为 A 跟 C 听起来是有点像啦，那 B 的话，基本上很多男人，尤其是传统家庭，基本上或者是传统观念里头啊，会觉得男尊女卑嘛。那男生如果觉得他在社会成就上面
办法得到肯定，他会觉得自己矮一截，那可能就会从外面得到其他的温暖。他觉得越会出轨来，对我走。恭喜答对了！哇，这题也是毫无悬念，专家帮我们说明一下。这真的是有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所做的研究调查发现，这其实牵扯到了性别认同。当男生会觉得说，哇，自己原本该有的性别认同却被女性给超越了，他就只好寻求另外一种方式来认同自己的性别。那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出轨。所以用出轨方式来变成认同性别，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奖金是52295，最后一题到苏伟，来请出题。国际期刊研究显示，2050年人均收入将减少19%。请问，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气候变迁 B. 战争 C. AI 发展。请作答。有 A 有 C，那我们看来，请讨论。答 A 的配合。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气候变迁其实造成很多，不管是土壤各方面，然后还有气候什么山崩啊这些问题。对，那它有可能造成原来的居住地的影响，然后让人口变少，它可能有饥饿啊，或者是洪水等等，或者国土不见的沉在海底。就诸如此类。有说服你吗，苏伟？我觉得是人均所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C。跟人家聊得那么开心，所以我选 C。可是我以为 AI 发展是会帮整个 overall 什么都会进步，那为什么收入还会减少啊？可以，苏伟讲一下为什么 AI 发展会影响？因为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工作职场会发现，很多人可以做的事情都被 AI 取代了。很多不管是我们在现场上面要动手的，或者是动脑的，甚至是要一些构思的，其实 AI 都可以处理。可是他讲气候变迁也有可能，很多国土就不见了，是吗？人家说几年之后那个什么。还有天气的影响，它会造成它一些谷物作物它的工作，对，这些都是。对，谷物作物这些也会有收成都会受到影响。但 AI 会取代很多人，那大家就没收入了。可是有要到19%，很多对呀。来选择 AI 发展，对我错。可惜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A 气候变迁，而且呢，这个是用电脑算出来的。过去40年就把这些气候对全球多个区域的方式输入电脑，然后电脑模拟就看得出来一个走向。比方说这一区就会少了哪些什么啊，这一区影响受到什么变化，所以算出来2050年全球每年呢会少38兆美元。所以现在有很多碳权啊，或者是说大家要环保，其实都是要保护我们这个地球。这题没拿下来。但是52000很高了，我们加到53000。好，凑个整数53000。哇！恭喜5位能共同累积的53000奖金。接下来一回只有一个人可以挑战53000，进行下一个回合，唯我独拿。请向你讲规则。这一回合呢，用听的听题目，抢答回答。如果答对的话，可以得到半张淘汰卡。所以答对2题的话，累积1张淘汰卡，就要选择淘汰哪一个队友，最后留下的那一位才可以进行第3回合的挑战。按错2次就自己淘汰。第一题，请出题。请问，现时台湾股票交易市场的收盘时间是下？请说。1点半。1点半对或错？恭喜答对。9点开市，1点半收嘛9点到1点半。对。那盘后交易呢？是收盘之后交易，时间点是2点到2点半。是哦。对，然后可以以当天叫撮合，对不对？对。意思说他当时可以用当天1点半的这个收盘价再进行买卖。对，还是有买卖的。早上是8点半就撮合了。就开始撮合，你可以先盘前试撮。来，半张卡喽，请出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国家的生产力，请问会用哪3个英文字母？子晴。GDP。对或错？恭喜答对。GDP 国民生产总值就是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就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还有呢，讲到经济成长率也是用 GDP。对，好，也是半张卡。厉害。请出题。日本神社参拜时，为了取结缘的好意头，
香油钱会投定5元，5元日币就对了。对，因为狗跟它的日文。好，对我说。恭喜答对，也是没题目看到吗？他按完题目都还没有出来。我觉得这一组很厉害，很强。是啊，5元，那这个5元的发音 go and 就跟英文就跟日文里面的芋圆，我们结缘是一样的发音，所以是投5元哦。来，请出题。钞票破损，剩下的部分不到原本的一半，就不能换钞，还是只能半额收兑？请说。觉得不能换钞。对我说。恭喜答对！你一张钞票呢，如果它已经破破烂烂，可是还有3/4认得出来的话，你呢就还是可以换回一样的价钱。但如果呢它破损一半，你就可以换一半。可刚刚题目是说不达一半，等于说它破破烂只剩下不到1/2，或者说你是拼凑的，或是我根本看不出来它是真的或假的，这种是不能换的。如果整张碎片能拼凑起来还是可以，能拼凑起来还可以，可是乱凑是不行啊。如果对不上，拼图也拼不上，它就不会。哎，会有钞票这样子哦？有啊，被撕毁的。对啊，突然间会有毁损货币这个。对，而且你不敢去认嘛，会不会？你为什么撕成这样？那这些破损的钞票要到台银哦，台银才能换。来，有一张卡，恭喜韩竹，韩竹真快，也太残忍了吧？是的，恭喜刘韩竹获得一张淘汰卡。请问您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为什么他对你有压力吗？还是什么？不是，是佩恩姐刚才在我们单独大家在一起抢答的时候，其实佩恩姐的观点都很正确。我觉得佩恩姐可能真的懂得很多。好，先淘汰强者。我会去买饮料的，我会去你的电话的。佩恩姐，这个节目蛮残忍的哦。因为他答题的时候太厉害了。OK， 下面一题，请出题。台湾流通的货币是新台币，请问新台币的国际标准代码？哎，子晴 ，TWD 哦，是不是？对，台湾大了，对吧 ？TWD， 对或错？恭喜答对了，不要被骗到哦。货币符号是 NT 或是 NTD， 可是我们在国际的货币代码，这个国际的代码是 TWD， 是用在外汇的汇率跟我们的国贸上面的。啊，对，有人说我没看到题目讲 NT， 这是 NTD， 对对，懂 TWD 台湾啊。好的，子晴。子晴，恭喜你有一张淘汰卡，请问您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韩竹。哇，强的淘汰掉。我想说，你应该不会淘汰我吧？所以我想说，先把真的强者淘汰，好像真的强者，出人意料了。真的，观众在想，哎，我这边修嘛，都是淘汰艾琳，那你是淘我汰，这样就不好看啦。哦，我们一直这样互相淘汰。他总是想法跟人家不一样啦，韩主也莫名其妙被淘汰。对啊，早知道他应该先淘汰他们两个有卡的人，是不是？你一起来做，我下个礼拜可以再来吗？我已经学好策略了。韩主请休息。哎，这个策略，哇，尔虞我诈，实在太难去预料了。但舒卫哥，你是真的就打定主意不按哦？我看你连手也，他会按呐，他会按一下，对不对？他只是不知道这个答案。来，请出题。研究指出，单身人士的消费跟家庭相比，会倾向储蓄更多，还是花更多钱？艾琳，单身人士会花更多钱。对或错？恭喜答对！经济学家麦卡锡就提出这个叫单身经济啊，我单身，我又没有什么家庭的考量，我自己花，发生什么事我自己负责就好，我又爱享乐，所以单身的时候呢，不懂得为家庭节俭，因为不需要那些支出，所以反而单身的人会花得更多。还有一张卡，哇！恭喜艾琳获得了淘汰卡一张，请问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诸位，他想说他可以撑到最后了。没有，来请。没有，这个我可以想象，因为
要感谢你刚刚不杀之恩。哎呀，接下来你们两个在左边，你们两个可以互相对决。OK， 来下面一题，请出题。现行流通的新台币50块硬币上头注有的肖像是孙中山还是蒋中正？哎，请说，艾琳。蒋中正。对或错 ？No， 大家看一下，其实50元，这终于有50元了。这孙中山啊，是国父孙文的肖像。我记得他是1元。OK， 那你是记点1次，记点2次你就淘汰了。好。下面一题，请出题。近年 MBTI 风潮盛行，在 MBTI 当中，人们总共可以被分为几种不同的性格？艾琳，16种。16种，对或错？就是恭喜答对，就是16啊。什么 I 对，它有4个分项哦，像我是 INFJ 嘛，那你的第一个是 I 或是 E， 就代表你是内向或外向。然后第二个呢是 S 跟 N， 意思就是你是去感受还是靠直觉，你就是实际去感受到还是靠直觉。再来的话呢 ，T 跟 F 是你是 thinking 还是 feeling， 你是理性或感性。然后最后一个 J 跟 P 是你是判断还是照感觉。所以它有很多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像，可是你要做完那70几题才会把你归类。OK， 你有记点，有半张卡，来，请出题。请问歇后语“倒吃甘蔗”意思是指先苦后甜，还是？你说。先苦后甜，渐入佳境。渐入佳境，对或错？恭喜答对了。它好像根比较甜，对不对？啊，倒吃甘蔗，所以说从上面这样切。大家以为我们乱讲哦，这个话是来自《世说新语》，是真的有这句话的。甘蔗呢越接近根部越甜，所以你越吃越甜，渐入佳境。对，好，那1张卡那就不用比啦。对，恭喜你不用挑战了，53000是你要挑战的。恭喜艾琳为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53000哇！恭喜艾琳，哇！今天要挑战53000，听到他中文程度很好啊。对，台大的嘛。对，但是我是工商管理系企管，所以不太确定中文写不写得出来。可以的。你现在很少用手写字啊，现在都打字。哦，好，来请插卡。这样讲我就放心了。2万元哦。哎，53000来金库，请打开。53000块是您挑战的奖金，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请出示2道题目。分别是呢，总笔画58画的房地产大涨，或是总笔画才少2画的56画，这2个很极端啊，股票一系断头，一个95期，一个没期嘛。对呀，对，房地产大涨，鸡犬升天呐。对，就靠一个，对，哇塞，盆满钵满啊，盆满钵满也是一个笔画要58画，你要想哦，有哪些？房地产大涨，股票一系断头啊，悔不当初啊。对啊，那个一贫如洗啊，天崩地裂啊，朝不保夕，然后很多这种也有到56画，倾家荡产，倾家荡产，哎，倾家荡产有可能哎，倾家荡产有56画，有，所以你要选哪一个？我选房地产大涨。好呀，这边讲半天，他选，因为感觉房地产大涨比较正向一点啊，他想好正向一点，不然那个太悲惨。来，请锁定房地产大涨。那我们看看股票一系断头是哪4个字来形容最恰当呢？请看。啊，单瓢铝空。哦，单就是装饭的那个容器，它瓢是舀水的。那这些你基本生活这些容器都一直都这样空空如也，连生活都过不下去啦。只有碗没有饭啦，只有瓢没有水啦。对啊，天哪，好惨烈哦，家徒四壁。真的就是被股票一系断头，可能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对，这很难呢，过不了了。好，房地产准备考验哦。题目一出，你要只有1分钟。我说开始才开始。好，请出题。腰缠万贯，太简单了，爆！53000，恭喜你！来计时开始。来，哎，清楚写字，再写密码，慢慢写。
清楚。这个字比较难一点。万，我以前一罐就很多了呢。万，停。多少？37秒。你还待会如果要改的，当然希望你一次答对了。如果错的话呢，你还有23秒可以改。密码13201311。我看我算一下哦。对或错？还可以改。少一点。好的，好，想好了，23秒准备。等一下，好，要改密码就好了，对不对？没有啊，你要字要改了，计时开始，请。好。字没写对，密码对，扣1万。请填密码。哦。那么算。21。好，你现在清楚重写一次。你要写，等一下，慢慢写，非常清楚，不要紧张，真的。OK， 听。密码13211311。对或错？恭喜你！他其实在盘算那个字，他不会嘛？对，因为这个蝉感觉是有一点想蒙混过关哦。对，他在算密码，那个蝉也不知道写什么。对。来，我们看看正确的蝉。所以他这个蝉不能给过，因为这个蝉所以要扣1万啊。他那个写当然不会有，那密码是对，我们规矩就是扣1万嘛。是的。这有5万3，我们待会扣1万，恭喜。还是有4万3。腰缠万贯，春猛龙腰缠万贯，好呀。哦，有1罐就很多钱了，万罐嘞。万掉水里，他还舍不得解开，你看。以前不是有个故事掉水里，然后结果因为他不肯把这个松掉，淹死。啊，这腰缠万贯。哎呀，5万3，恭喜你。来，我们往后。哇，恭喜！他选择笔画多的是一个策略。但是啊，算密码有时候2个字错，你永远都斗不起来了。没错。那你其他笔画要算。他就赌那3个对。对，但我们游戏规则，密码对，字错1个，要扣1万。这1万块是送给观众朋友的。如果想知道怎么得到这1万块，观众呢，现在马上就到脸书或是 IG 上面打进拜托 ATM 或是 Battle ATM， 就可以知道怎么获得这1万元喽。好，这个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